自涌入潮汐，频频问起，情之所起。你做什么？这不是龙王给你的幻翼珠吗？碎珠为证，过往种种，就让它过去吧。守着春秋来去，一往而深，向你前行。泪在沉香燃尽，尘埃落定，仍有期许。我愿将过去的一切，化成这漫天繁星，送给你。这么多啊！结星星，又是结星星。当日的流星，不过是满天星幻化的障眼法，而今日，只是夜明珠的粉末碎片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，成真不了。可我的心是真的。可你这颗真心我不想要了。你不要再白费力气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你我之间绝不可能，我是不会喜欢上你的。镇妖链与掌门法环相互感应，近日镇妖链频繁震动，唐师兄他是不是遇到了危险？你说要借我家的魔像地火一用，原来就是用来烤鸡呀！魔火烤鸡3界只此一家，颜代一定喜欢。唐州表白失败，你看起来很开心吗？我有什么可开心的？此事我早已经料到了。我也提醒过他，若是跟颜淡表白遭到了拒绝，恐怕连朋友都做不成。颜淡那么难过，我又怎么会开心呢？我作为他的主公，他是我的连亲，我只能烤只鸡，哄他开心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我也要烤一只给我家子气尝尝。刘洋，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。福双因一个法术，把自己变成了老人，这个法术就是传说中的傀儡术，对吗？正是。那是只有魔族的人能习得此术吗？习得此术之后，想变成任何人都可以吗？傀儡术和别的法术不太一样，任何人都可以习之，
但是此术乃是我魔族顶级秘术，除了我，只有几位长老们会使用。那此法术与凡人的易容术有何区别？以傀儡术变身，无论面容、身形还是声音、气味，都一模一样。除了同会傀儡术的人，旁人根本无法破解。那昔日仙魔大战，你有没有觉得其中有何隐情？朔华虽然有邪神之力，但是4帝君同时出战，怎么可能伤得如此惨烈？哪怕是我亲征，也毫无胜算。最终是先族获胜，但是从人员折损上来看，更像是2败俱伤。可如果有人从中作梗的话，那坐收渔翁之利的人又是何人呢？冥界被夷为平地，妖族被迫与人族同居一界，魔界几近消亡，仙界与天界合并后，也元气大伤。这么一看，无人获利啊！会不会是你想多了？但愿如此吧。严奈，这身打扮怎么样？啊，那个，我不会下棋，我知你艺术超群，你可否教我？我以后不会再下棋了。那个，以前你最讨厌这个不离所了，今日我教你此术。若你不开心了，便可以用它来教训我。唐周，我已经不需要了。还有，我非常讨厌你这身衣服。若以后你再敢穿着它出现在我面前，我见一次烧一次。柳阳，你到底是在帮我还是在害我？那个严旦，你别误会。这个衣服是柳维阳选的。哎，严旦，严旦，我说的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并非一时兴起。这只橙花簪兜兜转转，又回到了你手里，这就是我们的缘分。沉香早已燃尽，就算有缘，我们终究还是无分。就算真的是我一厢情愿，你也要毁了他们。难道你从未对我有过一丝心动吗？严旦，你清醒一点，他不可能永远是唐周，他早晚会变回那个冷酷无情的帝君应渊。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没有。明日我便会离开神霄宫，还请你将这不离镯解下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不要再见面了。
可我不想让你离开。长痛不如短痛，解开吧。寸步不离。于是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萧瑟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与君别后，云上我下，转眼秋，山海无路万行舟。欲别还休，几时都不够。情人杯酒烟火岸上，留白首，一朝天涯熬红豆。去到人间尽修好时候。再开人厮守。多谢。叶檀，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，只做朋友，可好？20。你怎么会下不离所的禁制？因为我和柳维扬一样，已经找回了记忆。你的记忆里有不离所？难道你的过去与我丢失的记忆有关？没有。我曾经也在天界待过，但那个时候，你是高高在上的帝君，而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仙士。你我之间从来毫无关系。如今你有法环的禁锢，来日你有天条的禁锢。你不要忘记了，你此次下凡，只是来历练，你早晚都会回去的。我不愿意做神仙，我只想留在这里。900年前，夜望川边，我一直都在等这句话，而现在，一切都太晚了。你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你现在是凡人唐周，等到有一日你变回了帝君，你便不会这样选择。做不到的事情，不要轻易许诺。你肯定知道，说清楚嘛！我就是要让你困惑终生，这样你永远也忘不了我。
就这么死了，也算他恶有恶报吧。如果将臣知道这些，心里也许会释怀一些。纵使圣德故意挑拨将臣与裴洛的关系，但究其原因，还是裴洛不愿意相信将臣。所以严丹，你也不用太苛责自己。也许这就是凡间八苦当中的五阴炽盛之苦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蒙蔽了他的眼睛，使他造下了这么多的恶果。看来话本里写的那些都是对的，情能够使人生，亦能使人死。情可以让人牺牲，也可以让人疯魔。哎，你梦中的那个女子到底是谁啊？她对你怨恨，你有负于她，难道就如圣德一般吗？和他绝不一样。火德元帅性子极为傲慢死板，若圣德在天界真是爱慕火德的仙娥，必定没少受气，所以这辈子才如此怨毒执着。笑什么呀？那都是前尘往事了。既然无从可解，就不要再提了。行了吧，你倒是洒脱了。现如今，他变成了石像，我们的满心疑问，找何人去解？贺心门，他之前说他的师门是贺心门，我们去问问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知情人。走。来，里边请。慢走啊！哎，客官，里边请。店家，哎，公子，这些都是你的，看着安排。但是有件事情，想向你打探。此处有个修炼之地，名唤鹤心门，为何找不到了？公子问这个做什么？这鹤心门可不是什么好地方。你这龙宫没待几日，红尘录倒是写了好几页。切，你懂什么呀？人呢有五毒之心，这个敖轩是傲慢自私之毒，而圣德呢是偏执嗔怒之毒。我看就这个招兰洒脱明事理，顶着这么大的压力成为了四海之主，而且婚嫁任凭己愿，凭着自己的力量保护了整个家园。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成为他那样就好了。那你想保护谁，嫁给谁啊？你一个要断情绝爱的捉妖师，你关心我一个妖干嘛？干嘛？想来我们山境做客啊？是，问问都不行啊。不行。打听到了。怎么说？多年以前，圣德在此修炼之时，曾因知晓许多旁门术法，而且心思奸恶，被同门师姐所不喜。后来裴洛到此参拜，他便施法，加以魅惑，被封为侧妃，然后带回宫中。就在他离开的前夜，鹤心门忽起大火，57人尽数葬身，无一幸免。真狠毒的女人，我早看她不是好人了。57个人，没想到如此决绝。他就是想要斩草除根。若日后像我们一样有追本溯源的人，便无迹可寻了。他究竟是谁？到底做过多少恶事？便像迷雾森林中的雕像一般，永远封存起来了，谁也不可知。我现在想想可真可怕。还好你会那个拗口的法诀，不然变成石像的就是我们了。
我这一路想了很多，我想明白了，以后我不想再做你身后的跟班了。你教我修炼吧，我想变得强大起来，以后可以换我保护你。还是年轻厉害，你天资聪明，而且什么东西一学就会。你要潜心修炼的话，说不定以后我做你的跟班了。哦，那倒也是了。干嘛？不服啊？哼！小新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小新，不好，他那不是呛住了，是卡住了，救人！是不是呛着了？快喝口水！不能喝水，他是被卡住了。来，小孩，使劲，使劲！这怎么办呀？没事吧？可急死奶奶了！谢谢姑娘。没事没事。老身带着孙儿来镇上投亲，要是他有个什么万一，我也没脸活了。啊，敢问姑娘名讳，这相救之恩，老身必得报答。不用不用，我叫严旦。让几位久等了。奶奶，不过是举手之劳，不用这么客气，真不用这么客气。好像啊。诸位救我孙儿一命，今日又恰巧是端午佳节，有吃五黄的习俗。老身家贫，唯有做些吃食以表谢意。这是老身家里自己养的黄鱼，极其鲜美。这自酿的雄黄酒下了10足10的雄黄粉，有除妖驱邪之效。如今这世道妖孽作恶，几位也应当心呐。哦，巧了，我们不就是妖邪吗？这雄黄酒一喝，妖力变弱，显出真身来，便是不想作恶，也得吓晕不少人啊。老夫人，此鱼果然鲜美，您不必担心，许多妖藏于深山之中，不与人相犯。再说了，有许多除妖师行走于世，您就放心吧。这位公子怎么不下筷？可是我做的吃食粗糙，不合您的口味吗？不是，您误会了，奶奶。他这个人吧，有痛风，所以闻到鱼腥味他就受不了。要不然这样，我替他吃2口吧。哎，连青，难道你忘了吗？你有哮喘，不能食得鱼腥。吃1口也没关系吧？1口都不行。哦。老身不知姑娘和公子有此忌口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哮喘痛风忌吃鱼腥，这雄黄酒倒是无需忌口，请几位千万不要推辞，多饮一些。并非妖邪，应当无事。姑娘请。平日连青不胜酒力，这酒我来喝。此酒甚妙。公子喜欢就好。公子行侠仗义，又如此疼爱妻眷，真是少年英雄啊！来，又来。于某怎么能在外人面前如此污蔑严旦呢？他年少，与你定的契约，未行大礼，怎能做得了数呢？老夫人，
让您见笑了。我乃捉妖天师，颜淡是我捡来的丫鬟。哎，不是，我什么时候成为你丫鬟了？我堂堂颜淡，当日我悉心教化于你，你不记得了？是，唐天师对我恩重如山。哼。哎呦，林青，你看啊，唐天师这是要棒打鸳鸯啊。不过没关系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嘛。你要是他的丫鬟的话，那我就勉勉强强做你的管家吧。你看，如此美食，又有如此好酒，我算是无福消受了。还请天师畅饮。你们俩给我等着！没想到你们三人如此有缘，更该畅快一醉。不管是主是仆，都是老身的恩人。来，我这雄黄酒管够，千万别客气。哎呀，我不行了，我现在是头痛欲裂，根本就饮不了酒。我也是，我感觉我哮喘发作了，有点恶心，我现在什么都喝不下去。我来，蛇鼠一窝。公子好酒量。老夫人，您还别说，这个酒啊，还真不错。唐周，让你喝尽兴，没让你喝断命啊，兄弟，行不行啊你？怎么就不行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没醉过，可以一直喝。老夫人，再给我倒一杯。哎，慢点。别动。我没醉，我还能喝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能一直喝，怎么喝都喝不醉。是，你确实能一直喝，你是怎么喝都喝不醉，喝傻了吧？哎，要不要我给你煮碗醒酒汤？颜淡，最绵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。将臣的妖法我认得，他绝对不是害我之人。将臣是我的至交好友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帮他洗脱冤屈。唐天师，你此行到宫中的任务是来除妖的，现如今将臣已死，你跟他又非亲非友的，我劝你啊，赶快领了赏赐之后，就离开吧。昙花花期极短，本该很快凋零，而宫中的这些昙花却长期盛开。此花是以妖法催化来挡煞气的，所以真正的妖一日未除，我便一日不会离开。你可是个捉妖师啊，你居然会同情妖？妖也有善恶之分啊。若将臣并非真正作恶的话，就不能让他含冤而死。
你们两个都是好人，为什么要打来打去的？于墨，于墨，这样就对了嘛！握手言和，联合破案，我们一定要还将臣一个清白。我可没说要放了他，待此事了结之后，再算总账。没问题。诸位天师捉妖有功，本王赐你们黄金1万两。即日起，张榜诏告，祸患已除，百姓安乐。谢殿下。禀殿下，在下有一个小师妹，曾在宫外与王妃在戏班一起共事。小师妹虽不知王妃生前是妖，但却知王妃心地纯良，绝不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，所以在下断定，此事必有蹊跷，还请殿下明察。休要信口雌黄！既然你师妹能跟妖做朋友，莫非你们也？这位天师其实是我的一位唐天师，不必与他们计较。我们两个本是凌霄派的弟子，我是他的大师兄，他是我的小师弟。我们凌霄派的威名，岂是你们这些小门小派在这里污蔑的？好自为之吧。你刚刚说你小师妹和王妃是旧时之交，你能在此替她说话，想来也定是重情义之人。不过此事，本王已有定夺，尔等无需多言。禀殿下，在下无意之间听到过王妃生前所吟之诗，在下猜测，王妃能写出这样的文字，其中定有隐情。说不定，她在宫中给您留下了什么。啊，当然，这件事情也只有您知道。上穷碧落下黄泉。现如今，他已经是下了黄泉。那上穷碧落，殿下，让我来试试。殿下，木匣上被人施了特殊的灵术，普通法术难以打开，恐怕还要另想其他的办法。既然你可以找到这个木匣，那本王相信你一定也可以找到打开这个木匣的方法。这是爱妃留给本王最后的东西。今夜此时，我在后花园等你们。将臣画中蕴藏的深意，竟然被他一语道破。看来山境中传言非虚，于墨提亲将臣被拒。看来于墨是真的很喜欢、很在意将臣啊。
参见殿下。爱妃如今已经灰飞烟灭，我便再次埋了一些她的衣物，为她立了这衣冠冢。她生前最喜欢喝梅子酿，我特意命人多酿来几坛，今夜亲手为她祭酒，愿她能够安息。殿下既然如此爱慕王妃，为何还要找人杀她？有些话，本王无处诉说。今日听闻你师妹与王妃是旧相识，便特意召你们前来。本王与将臣夫妻情深，王妃是处处为本王着想，都是因为本王身患怪疾，王妃是为了给本王治病，才出此下策，杀人炼丹。纵使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本王，但她罪孽深重，错了便是错了。本王总要给那些含冤而死的女子一个交代。殿下对王妃情深意重，众多女子无辜惨死，宫中谈话依然未能消退。若不做法净化一番的话，宫人会受怨灵侵扰。还望殿下准我们在宫中暂留一下，驱赶怨灵，消除怨念。那便有劳天师了。王妃本是梨园名角，可精通炼丹之术，殿下却从来没有猜忌过。哦，也就是说，殿下早就知道王妃是妖。不错，本王早已知晓此事。当年本王在南都养伤，杀机四伏，爱妃就曾路过药甚，救过本王的命。从前我没坦白我的身份，骗了你，你不怪我吗？我可是妖，你不怕吗？你可知，你现在在我眼里的模样，更像仙子。无论你是何身份，你都是救我于危难、伴我于孤苦的将臣啊！当时本王深信爱妃心地纯良，是人是妖又有何所谓？所以我承袭王位之后，立马封她为王妃。只是没有想到，她爱令智昏，为我犯下了如此罪孽，终究是本王对不住她。在下与王妃亦是旧相识，得知王妃已逝，在下也是心痛不已。不知可否借殿下梅子酒一用，让我祭奠王妃，告慰她的在天之灵呢？一眼果然在她身上。她身上为何带有镇妖之物？若不将此物除去，恐怕无法拿回一眼。能有人与本王一同悼念王妃，吾心甚慰。现如今斯人已逝，还烦请殿下节哀。
好不容易把你从唐周的手中抢回来，咱们两个也算是久别重逢了。要不要饮点茶？怎么了？我看你可是无精打采的，不开心，还是有什么心事？要不要我陪你聊聊？云墨，你怎么进我妖园里了？让你偷偷溜出去，现在知道山主大人的好了吧？这是花露，可以滋养妖元，快喝了吧。没想到我们的久别重逢，竟然是因为将臣之死。云墨，你现在还好吧？我能找到你，自然好极了。云墨能把最珍贵的一言给将臣，令人情深意重。如今将臣不在了，他怕是万般难过，不愿多提。我还是莫要再说此事，徒增他的伤心了。颜淡。哦，你们今日找到的那个檀木匣，上面纹着的是我们花间族的锁心藤，每颗藤的打开方式不同，你们后续要多多调查，来寻找打开的方式。好。还有，我知道一眼对你来说十分重要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找到他的。我已经知道一眼在何处了，只是现在暂时没有办法拿回，待时机成熟，我一定会将它取回的。而且一眼可以帮助你恢复人身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回家了。嗯。云墨呢？今天他怎么不来护花啊？我们山主大人刚刚痛失挚爱，只怕他想一个人悼念悼念，你就让他先缓一缓吧。他喜欢将臣。云墨曾经把自己最重要的东西给了将臣，可没有想到将臣还是选择了别人。这么多年，云墨对他念念不忘，没想到重逢之日便是死别。云墨心情肯定不佳，如果日后有冲撞你的地方，还请你多多体谅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专门用来净化怨灵的净身符。那妖妃果然厉害，竟然连凌霄派的天师都除不掉这些花。这怎么办啊？